规划到2023年、2024年提到的端到端的一个具身智能，2025年一直在提到多模态长线程的这样一个具身智能。那李伟达说到这个 AI 的下一个浪潮一定是物理physical intelligence 啊。那这个我们有的同学可能又讲了这个物理智能和这个具身智能的关系，其实大家不用纠结啊，都是具身的范畴。我个人理解，物理智能还是强调于在里头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感知，具身的智能它能够拥有更多的不光是理解了物理空间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模型，还能够做出相应的一个决策和规划啊，这样叫具身，更加的像人类啊。这是早期的一个具身大模型，都已经有很好的一个网上看到的一个视频例子啊，这是派0.5能够让它打扫房间啊，这是 Figure 的演示啊，它能够进行动作的规划、物理的可行和动作的一个执行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的问题无法解决，比如说大量超过我们推拉拿放的任务，它做的并不好啊。所以大模型驱动的这个具身智能啊，我们说现在大家能够做到的就是模仿和学习和强化学习，来不断提升它的模型的能力啊。那模仿学习的话有两种，一个是它一个有监督的啊，一个是后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啊，在模仿学习、预训练和它这个基础下，强化学习，完成它这个模型的增强啊。那大模型驱动的这个具身智能呢，我们要利用人类产生的数据样本来进行模仿学习啊。那也有一种是利用它的一个奖励来进行它的一个强化学习，这两种一个路线啊。好，那我们说这是刚才讲到了具身的一个算法层面的它这个实现之路啊。第二呢，我们说这个数据层面啊，目前我们具身的最大的痛点是低成本采集样本数据是否够啊？那我们现在采集数据成本太高啊，那要用很多的人力啊，也是挺累的。我看他们说这个一天这种采集的话，都是像我们这样的都不行的，都要挑那种非常类似就运动员那个体格的，他是天天的在那个采数据啊。那我们这个具身它也要需要这个数据来进行驱动啊。那智能也要来自于现实世界的互动啊。那么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数字人和这个整个的它的发展是一个数据驱动的一个效果。那我们未来的话也需要这种大量的数据来给机器人，让它进行学习，让它进行训练啊。那么本质上我们就是说，具身智能未来的支撑啊，也是近期的支撑是高质量、大规模、多模态的数据的一个获取的效率和利用效率的支撑啊。那我们要快速的复刻物理世界啊，要学习我们行动的一个效果，来规模来决动我们未来的智能的涌现啊。这是也是现在谁拿到的数据多，谁拿到的数据质量好，谁越可能训出来的模型就更加的精准啊。那自动驾驶的数据和机器人数据一样吗？大家刚才也介绍了，自动驾驶它现在发展的确实挺快的，也已经小步快跑已经能够在落地啊能够用。它是有很多数据的来进行不断的这样的一个采集和分析啊，以及训练。但是在机器人的话，我们确实还没有这么多的数据来供机器人来进行不断的在学习啊。那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人类的环境太复杂，你自动驾驶就算那个车啊、路况啊，它左转右转，那人类的环境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烹饪啊、车间装配啊、空间整理啊，这些所有的都是突发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有可能他没见过的、没学过的东西，所以他要长成像人类一样的这么聪明的，我个人认为真的不是说大家看到现在这么多图片就能够实现的啊，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大家一起去攻克、一起去走啊。好，那这个具身智能数据特点的话，一个是我们矛盾一是采集的精度和尺寸消化的这个矛盾啊，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场地啊，这个穿戴啊。那么还有呢，第二呢，就是数据质量要求和个体多样性的矛盾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高矮胖瘦给它灌出来的数据，它都影响到它训练的这种精度，对吧？显然不一样嘛，你这个人体的定位啊，这些都不太一样啊。
第三呢，我们是数据多样性与训练特异性需求的一个矛盾啊。第四呢，我们说它的一个数据海啸和端侧存储和数据能力受限的一个矛盾。你给它的数据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算力，只能够支撑这些数据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如何从低成本来获取操作数据啊？从每天的日常行动中来采集数据，这是我们下一步可能要共同来分析来做的一个工作啊。那我们可以在这个采集上面有多传感器融合来采集人类的动作啊，比如说解决这个本体定位啊，解决手眼定位的问题啊。那我们是不是未来也可以啊提供这种众包的数据采集套件和这个 SaaS 平台，人人都可以产生这种数据价值啊？当然得要愿意啊。有的同学说你影响我的隐私了，对吧？我凭嘛把我的这个日常这个数据给你啊？但是没有这些数据的话，确实你让这个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动作和它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反馈和它的一个决策，真的是很难啊。当然呢，我不外乎就是它发展的也会超过我今天的一个评价，因为20年前或者是不是20多年前啊，就是19年的时候啊，我请魏院士，我说的，哎呀，这个通用人工智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啊？说你们不用着急啊，这个80、90年代你看不着了啊。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它这个比我们原来的预期要快得多啊，所以呢，现在我反而，哎呀，这每天一睁眼一个模型出来了，一睁眼睛这个过2天又来一个新模型，弄得大家都很焦虑。但是这也是大势所趋啊，确实它的这个发展的浪潮、数据的浪潮和这个科技的浪潮摆在这块儿，我们叫什么？不得不夹旗在其中，也要跟着顺势而为啊！大家也希望能够把这些浪潮转化成我们的动力。那我们大家能做算法的做算法，不能做算法的我们做应用，对吧？我们做应用，你的算法弄好了，我来做出很好的这种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啊，那也是一个对这个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贡献啊。对我们 GP 叫什么国家这个产业产值的 GPT 啊，也有很多的一个贡献。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采不了这么多的数据，是否可以把我们原来在数字人上做的这些工作拿过来啊？所以呢，我们在想，现在也一直在想，我们构建面向物理真实世界的这样一个10万级的数字资产啊。那这种资产的话，我们可以是否能够提出来这个物理仿真加生成式鲜艳的一个耦合框架，突破原来现在存在的交互参模、悬浮瓶颈，实现高可信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反馈啊。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突破原来 AIGC 仅停留于视觉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局限，构建面向物理真实场景的多维表征和生成的框架，引入扩散鲜艳来修复交互的细节。构建物理一致性的高保真的一个动态交互场景啊，这是我们跟鹏程实验室在一起合作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原来是在媒体所，现在我们把这个媒体所现在大家都在转成一个具身组，可能有鹏程实验室的人吧，转成具身组，他就说我们这个数字人的话，一定要为具身的话来提供服务。它有大量的这种建模的这个数字资产在这个具身里头，是否可以给它创造一些数据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那我们现有的可以，比如说多视角一致性的资产的生成，这是我们已经做的工作我们可以生成各种场景的从2D 图片一下转成3D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跨域扩散实现单幅图像转成3维资产的一个生成那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这是面向物理真实的一个多维表征一生成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管线从视觉生成升维成物理参数逆向的一个解算器精准预测法线粗糙度金属纹理等等它相应的一个属性那数字人的话，原来可以做到的是传统的是单一的对象文本、语音、视频。那我们以后把它
转成我们跟物理世界交互的人交互、物体交互、场景交互这样的一个场景的应用。那这样的话，也可以给具身智能的一个训练提供相应的一个数据的支撑。那我们也可以做到多模态场景的运动控制，在数字人领域啊，那把这些也复用到我们具身领域的进行相应的一个工作。我会把这个大型交互建立很多这样的一个数据集，这个好建呐，因为我们人达不到，我们数字人可以，它不存在这种隐私啊，进行它的一个交互的一些场景来进行对机器人的训练。这也是我们将来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数字人的技术来复用到具身领域，进行我们动作的成定向啊，这个它的一个资产生成啊，对空间理解空间的一个准确度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到在数字人里头加入强化学习，进行相应的一个控制啊，进行它的一个泛化能力。这是人机交互啊，这也是可以实现的啊。人机交互也通过这样的一个场景来训练这个机器人这个具身领域。我们通过这样的数字人的不断的生成采样的数据加大模型来协调它的一个物理世界误差的这样的一个补齐。好，那我们说人类的视觉是大脑支撑我们的这个认知学习啊，小脑决定我们的物理稳定。那具身领域的话，一定是大小脑协同的这样的并行的发展啊。这都是我们说可以在数字人领域的复用到具身领域的一些工作啊。我们现在也可以从人类的遥操作演示实现到智能体全自主的交互这样的跨越，充分发挥在扩散模型和动作生成领域的已有的这样的优势，能打造能听懂指令、看懂手势并在真实物理环境中与人类进行安全、流畅协作的这样的通用人形机器人啊。又回到了这个问题啊，大家觉得这个是否可行啊？我看有些可能来自企业的啊，那我们数字资产是这个具身的关键，我们是否能够构建支持多样数据来源、多样标注需求的这个数算一体平台，来让我们的这个具身领域的数据资源能够真正的补齐我们现在的一个痛点。好，算法、数据是这两驾马车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痛点这个算力啊。那我们是否能够充分利用现在已有的有限的算力，实现具身模型的一个训练啊？这也有很多的学者在攻关。那人工智能的突破，大家知道啊，我们一定是大语言模型加算力的集群啊，从 AlphaGo 到 OpenAI 以及 ChatGPT 到我们的这个整个 DeepSeek 都是用了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算力资源，它这样的一个大规模训练的基础上来堆起来的但是呢，我们说而且我们这个2025年这个星际图灵奖Richard Stallman 他说，现在的我们的算法都是很重要也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呢，我们现在算力如何高效利用，可能是当前更急需解决的一个痛点我们有了这样的算力，如何能够快速的让它能够高效的用起来？因为现在我觉得我们国家个个都在建算力中心，但这些算力中心它用的是否都能全部的用起来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在这个算力的这个加速上算力的这种并行上，能够做出一些更多的贡献，让我们国家建了这么多的这个算力中心，能够真正的投入到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发展中去，让它成为人工智能的三驾马车有力的支撑好，那我们说展望未来大模型和具身智能的关键我们是强化学习，是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的从数据中来到
叫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强化学习是我们走出数字世界进入物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啊。那现在的这个 agent 也是我们也有强化学习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技术的反馈。强化学习通过环境、奖励、智能体观测啊。那 agent 现在是感知、决策、行动、反馈、学习。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agent 加我们强化学习技术，能够实现语言、动作多步操作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目标，实现物理环境对自身模型对物理环境任务的快速反应和迭代。那我们有了算法、数据、算力的支撑以后，我们希望这个本体能够建立起沟通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桥梁啊。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具身智能最重要的本体是这样一个 robot 那它组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小脑，我们大脑是决策的控制模块，小脑运动控制模块，我们眼睛这块的话是环境感知模块，这些有相应的一个传感器六维力传感器、惯性传感器、视觉传感器统统构成了它的感知。那我要让它动起来，离不开它这个神经那我们把这个运动控制执行模块相当于它这个神经系统介于机器人大小脑和运动执行器之间传递、处理、控制信号的模块，类似于人体的一个神经网络还有动力系统以及我们运动执行系统和这个机械本体，包括它这个骨架、外壳一些其他的一些支分模块那这些的话，我觉得在咱们国家这些产业链还是挺充足的，对吧？尤其咱们珠三角，很多的话都是在我看他们都是在咱们这珠三角来采集的这些买这些设备那我们研究的愿景希望具有这个机器具身大脑的能有环境感知、任务规划、未来推演、多智能体协同和数据合成的这样的一个像人类大小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robot来实现指挥它的一个稳定行走、全程控制、仿人控制、运动规划、行为克隆好，那这个是我们愿景，肯定希望我们未来都是这些机器人在农业、零售、健康能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那我作为一个高校老师，我说我们学生是不是也能够做一些相应的工作？那这些学生的话也非常感兴趣他们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开始买了所有的零件，开始组装。所以我觉得任何时候投入都不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因为我们的算法迭代也有可能很快出现一个新的一个编程的这个工作来实现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现在进来太晚了。你看现在的算法的话，你以前的经验并不是一定就是有用的了，就是我们现在不断的新的算法、新的模型出现的话，都可以做进行相应的这个是我们在语数的，因为这是加速进化的这个机器人，让它也是去年的校庆吧让它跟咱们学生来互动起来他给这个中学生送小红旗看到中学生他就递小红旗去那这个是我们用加速进化来训练它在平坦路面行走崎岖黑暗路面行走。为什么大家觉得我们还要进化？因为加速进化它没有开源它不像语数它是开源的它这个没有开源，但是我们买来的机器也要做呀，所以我们就用它的这个机器来做相应的工作这是我们在语数机器人来做相应的，我们当然还是这个摇操作的一个过程这是实现它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全身的控制。
就是对它进行端到端的异时面，驱动这个机器人能够完成完整的一个连续的动作。那下一步呢，我们是想把刚才的那个我们数字人的跳舞的那个视频，能够让这个机器人上能够实现长时舞蹈的这样的一个生成。当然，现在同学们在做啊，这一跳的还是有点简单啊。我们希望能够跳一段，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在数字人实现的这样的一个驱动的一个算法，在机器人上能够实现。好，那么我们也在做一个相应的一个零条手，因为我们说所有的这些目前家具的力矩啊，我们这个夹爪也好，这个机械手也好，它在感知层面，还是有很多的改进的空间。我们想看看能不能做一些类似于人类电子皮肤的，能够精准的感知它这个触感的、力感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啊。这是在路上。目前的话，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啊，这语速上已经实现了全程控制一统一的策略啊，避障啊、导航啊，以及抓取和这个机械狗到开放世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程。也希望在座的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场景，让同学们能够更加的有的放矢。现在都是属于我们看到相应的这个人家开源的东西，我们来做，我们觉得你这个开源做的，我们是不是能够比你更加的稳定、泛化性更好？我们都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找一些场景，让同学们把这个聪明的大脑发挥到实际的这个解决国家的一些重大的一个需求或者这样的一个任务上。好，未来的话，我们除了对这个目前工作的浮现我们在数字的领域，我们觉得已经做到了一个世界的领先了，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都发在这个顶刊顶会。在具身的话，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也希望能够基于前沿的这样的一个复现，前面的都是能够在人家的基础上做微调或创新。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创新，做到领域级别的一个任务规划，以及未来我们在做这个多机博弈和群体协同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放上来。我们现在在仿真环境下已经做到了多机器人踢足球，而且踢的还是不错的，协调性也非常的好好最后的话，我用这个视频来解决，来做我们这个报告的一个终结。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具身，我们的机器人未来的话一定都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虽然说它是 robot， 是我们的一个仆人，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不光是做一些脏活累活，还能够跟我们有效的沟通能够解决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个难点痛点，比如说能够在家居能够在这个医疗能够在尤其是康养这样的一个社会上都能够发挥出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值和应用未来需要我们大家共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具身早点成为真正的现实。好，谢谢。